妓女剛考上名校，她發的一篇繼父的眼神鐵爆火。當年和二婚妻子結婚後，我怕小姑娘心裡不舒服，對她極盡體貼關心，買吃買穿從不吝嗇，主動接送上下學。可在她的帖子裡，卻將我描述成了一個不正常的人。叔叔每次給我買東西，看我的眼神好恐怖，我到哪兒都逃不開，上學放學的路上都要被盯着，每次洗澡上廁所我都要裡裡外外檢查好多次。我只想好好讀書而已，怎麼就這麼難？似是而非的話，讓我成了鍵盤俠嘴裡的變態，甚至丟了工作。吳昭昭靠着這波賣慘一躍成了網紅，我想找到他，讓他澄清事實，卻被他故意設局，不予一試。事後他繼續賣慘，說自己是正當防衛，我卻被永遠釘死在了恥辱柱上。再睜眼回到他被妻子帶回家那一天，這一世我不會再對他好，我家也不是他家。昭昭，快叫叔叔！看着妻子從背後拉出来一个怯生生的孩子，他低着頭不敢看我，只是小聲又快速地叫了一聲韓叔叔，我就知道我重生了。回到了與吳昭昭這個惡魔第一次見面的時候，我的二婚妻子常年被前夫家暴，終於鼓起勇氣提出離婚，好不容易擺脫了渣男的糾纏，竟然介紹認識了我。吳昭昭是女孩，妻子的前夫吳良又是過錯方，撫養權理所當然的歸了妻子。我心疼他們母女倆的不幸，養一個孩子也沒什麼經濟壓力，所以當妻子提出要把吳昭昭偶爾帶回家住的時候，我毫不猶豫地答應。婚後我怕吳昭昭過得不舒服，對她極盡體貼關心，買吃買穿上我也從不吝嗇，換季必帶她去商場。吳昭昭以前的衣服大多是黑白灰，跟她一樣陰鬱沉悶。每次買衣服，妻子擔心店員挑選的會不會太花哨了，小姑娘家就得穿花花綠綠，多好看啊！她這個年紀不就應該穿點花衣服嗎？我們住的城市多雨，一到了夏天總是猝不及防就下一陣暴雨，我怕她出事。上學放學主動接送，她跟着我們生活了3年，我早就把她當成了個親閨女，甚至也一直沒要過自己的孩子。高考那年，吳昭昭超常發揮，考上了本市的重點大學。開學後，就算她是在本市讀大學，我還是決定每個月給她打3000生活費。可沒想到，開學2個月後，她開始學着直播起號，在她的帖子裡，我成了一個變態。之後的那段日子，我再也不願意想起，火舌舔舐皮膚的痛還歷歷在目。8年的心血養出了吃人的魔鬼，既然老天給我重來一次的機會，我就再也不會心軟。我沒有像上一次一樣熱情地招呼吳昭昭，只淡淡地對她點了點頭。吃飯的時候，我進了廚房幫妻子端菜，她有點緊張地拉住我。景之，你是不是不喜歡昭昭啊？真對不起，這孩子就是膽小，以後熟了就沒事了。春梅，我一個大男人也沒養過閨女，這件事你得讓我好好想想。妻子是個沒什麼主見的人，我跟她都是2婚，也談不上愛，只是合適就一起搭夥過日子。上輩子結婚8年，我們也沒紅過臉。要不是吳昭昭做出那種喪良心的事，我們可能會平平淡淡生活到老。這一次就要看她拎不拎得清了。飯間，也許是吳昭昭察覺了我的冷漠。韓叔叔，我不會給你添亂的，我只是想跟媽媽住在一起。我心底冷笑一聲，她最會裝可憐，上輩子淚眼連連把大家都騙到，連我的命都沒了，給我添的亂還不夠嗎？昭昭，你放心，我不會阻攔你媽媽對你盡責的。可畢竟我對你來說是個陌生男人，我也沒想好要怎麼當一個父親。吳昭昭有些失望地低下了頭，可她明明就不喜歡我這個繼父，失望什麼？只怕是怕失去理想中的優渥生活吧。沒過幾天，岳母突然病倒了。因為妓女年紀不小，怕瓜田李下，婚前我們說好的。吳昭昭晚上去岳母那兒住，結果現在岳母生了病，沒辦法，只能接過來家裡住一段時間。妻子還要去日夜照顧岳母，這下只剩下我和吳昭昭相處。我早早做了準備，給家裡客廳裝上監控，能把客廳裡的一舉一動都拍得清清楚楚。上輩子就是因為沒證據，才讓他那些顛倒黑白的話成了扎進我心口的刀。這輩子，我絕不會再給他留任何栽贓的機會。妻子把吳昭昭送到家安頓好後，家裡瞬間安靜下來。吳昭昭站在玄關，雙手緊緊攥着書包帶，低着頭。韓叔叔，我會自己煮泡麵，不會麻煩你的。我沒看他，徑直走回了書房。不用，你顧好自己就行，我也有自己的事要忙。接下來的日子，我刻意跟吳昭昭保持距離。他早上7點起床洗漱，我就6點半出門買早餐。等他收拾完出門再回家，他在客廳看電視，我要麼待在書房處理工作，要麼乾脆出門散步。就算偶爾碰到，也只是簡單的幾句話，不多說一個字。這天晚上，我從書房出來倒水，正好看到吳昭昭坐在沙發上，眼睛死死盯着電視屏幕裡正在轉播國外的一場交響音樂會，小提琴演奏者的手指在琴鍵上靈活跳躍，悠揚的琴聲透過電視傳出來。吳昭昭的眼神裡滿是痴迷，甚至不自覺地跟着節奏動了動手指。上輩子就是這場音樂會讓他對小提琴着了迷，那時我見他看得入神，還主動問他是不是喜歡。他怯生生地點頭後，我立刻找了最好的小提琴老師，花錢給他報了班，每次上課都親自送他去，還在旁邊認真記老師說的練習要領。
回來手上一遍遍的練習。他的賬號也是因为一個拉小提琴的視頻開始火起來的，之後就開始利用賬號污衊我，叔叔總誇我手指靈活，這讓我很惡心，把我的好心全扭曲成了齷齪的形式。這輩子我絕不會再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。我倒完水就站在旁邊慢慢喝，沒像上輩子那樣主動搭話。吳昭昭察覺到我的目光，轉過頭來，眼神裡帶着點試探。韓叔叔，你喜歡小提琴嗎？我抬了抬眼皮，明白，喜歡啊。說完，我沒再看他，轉身就要回書房。吳昭昭沒想到我會這麼敷衍，連忙站起身追了2步。韓叔叔，我們班好多同學都報了課外班，有的學鋼琴，有的學大提琴。我覺得小提琴挺好的，方便攜帶，以後不管是去讀書還是工作都能帶着。他一邊說，一邊偷偷觀察我的表情，眼神裡滿是期待，顯然是等着我像上輩子一樣主動提出要給他報班。我停下腳步，轉頭看着他，語氣依舊敷衍。哦，那挺好的。見我根本不接茬，吳昭昭的呼吸明顯急促起來。韓叔叔，我想學小提琴。我這才抬起頭，看着他漲紅的臉，他眼睛裡閃着期待的光。上輩子我就是被這副模樣打動，二話不說就給他報了最貴的課程。可以啊，我慢條斯理地說。他眼睛瞬間亮得驚人，嘴角已經揚起笑容。你跟你媽媽商量好就行。吳昭昭那笑容立刻僵在了臉上，他張了張嘴，眼眶以肉眼可見的速度紅了起來。妻子的收入不如我高，這一世我沒有主動承擔吳昭昭的開銷，養他肯定是由妻子承擔，哪有餘錢供他學這些奢侈的愛好。正好這時妻子回到家，額頭上還帶着汗珠，滿臉疲憊。你們在聊什麼？正好你媽回來了，你們母女倆商量吧。我轉身就進了書房，把母女倆留在客廳。問清事情的原委後，妻子嘆了口氣，拉着女兒進了臥室。我出來隔着門板，聽見斷斷續續的啜泣聲和妻子壓低聲音的解釋。媽媽現在真的，外婆的醫藥費，等以後。半小時後，母女倆出來了。吳昭昭眼睛紅腫，死死咬着下唇。妻子跟着出來，坐在我旁邊嘆了口氣。昭昭說看同學都學，她也想學。可我媽還在醫院，醫藥費都是一筆不小的開銷，實在沒多餘的錢給她報班了。我跟她說了半天，她也聽進去了，就是心裡有點委屈。我語氣平靜，沒再像上一世那樣主動攬下她的學費。沒事，孩子嘛，難免會有想要的東西，等她想通了就好了。妻子點點頭，沒再往下說。上輩子我對吳昭昭掏心掏肺，卻養出了一隻白眼。這輩子我不會再給她任何得到好處的。晚飯時，餐桌上的氣氛格外沉悶。吳昭昭扒拉着碗裡的米飯，眼眶紅紅的。見我們誰都不說話，她抬起頭，聲音帶着哭腔：“韓叔叔，我知道媽媽現在有難處，可我是真的喜歡小提琴。”我放下筷子，一副惋惜的樣子。昭昭，不是我不想讓你學，而是小提琴這東西需要童子功。你現在已經上高中了，手指的靈活性和對樂理的感知力，跟從小開始學的孩子差太遠，真的晚了。他猛地放下筷子，眼淚流得更兇了。晚又怎麼了？我可以比別人更努力，我每天練3個小時、5個小時，難道您不應該鼎力支持我的夢想嗎？他聲音刻意放軟，眼神裡帶着一絲祈求，就像上輩子那樣。我還沒開口，坐在旁邊的妻子就小心翼翼地拉了拉我的袖子。景之，昭昭她是真的喜歡，要不我們……春梅，你忘了你媽現在還在醫院，她没有養老金，只有居民醫保，報銷剩下的醫藥費，張家已經出了大本，你的工資基本都貼進去了，我的收入除了還房貸，還要供咱們3個人的生活，哪裡還有多餘的錢給她報小提琴班？我頓了頓，目光落在妻子臉上，繼續說：“還有，最近我爸媽身體也不好，需要一筆錢備用。我還想問問你，之前你借給你表弟的那筆錢，能不能盡快要我？他買房的時候，你媽逼着你借了不少，現在咱們家急用錢嘛，總不能一直拖着吧？”妻子的臉瞬間漲紅，又慢慢變得蒼白。他表弟買房，他媽媽逼着他拿出錢借了一些給舅舅家。上輩子直到我死，這筆錢也沒還上，他自然不好意思再提。他低下頭，手指緊緊攥着桌布，聲音細柔文語：“我知道了，我回頭問問他。”他當然知道這筆錢不好用，他也一直不好意思催。現在被我點破，他根本沒臉再給吳昭昭提錢。吳昭昭還想再說什麼，妻子立刻拉了拉他的胳膊，輕輕搖了搖頭。他咬着嘴唇，眼淚在眼眶裡打轉，最終還是沒敢開口，只是幽怨地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裡有不甘，有委屈，還有一絲隱藏的怨怼。可他有什麼資格怨懟呢？上輩子他什麼都得到了，可還是反手害死了我這個掏心掏肺的繼父。我心裡清楚，吳昭昭不會就這麼放棄他想要的東西，從來都會想盡辦法得到。上輩子是這樣，這輩子也不會變，但我不會再像上輩子那樣心軟。我已經吃過一次虧，丟了一條命，這輩子我只會守住自己的底線，
絕不會再給他任何傷害我的機會。這天，吳昭昭放學回家時，手裡攥着一張補習班宣傳單，站在客廳裡猶豫了半天，才把宣傳單遞到我和妻子面前。媽，韓叔叔，我們老師說我英語成績有點跟不上，建議我去補課。我抬眼掃了他一下，沒接話。我淡淡應了一聲，繼續翻看手裡的文件，沒再追問後續。1000多塊對我來說不算什麼，但上輩子我主動提出送他去補課，每天早晚開車接送，他轉頭就在帖子裡寫：叔叔總以送我補課為借口，路上一直盯着我看，把我盯得死死的，把我的關心說成別有用心。這輩子我絕不會再給他任何挑剔的機會。吳昭昭見我沒反應，站在原地僵了半天，最後還是妻子接過了宣傳單。我心裡清楚妻子的工資，除去岳母的醫藥費和日常開銷，這點錢妻子擠一擠還是能拿的。最終他也沒好意思對我開口。吳昭昭報了補習班之後，每周末都要去補課。上輩子我怕他路上不安全，不管刮風下雨都開車接他。可這輩子我一次都沒問過。補習班在另一個區，沒有直達的地鐵和公交，他每次都要轉2趟車，來回要花1多。這天早上我起床時，就看到窗外烏雲密布，天氣預報說中午會下暴雨。妻子一早就去了岳母家，臨走前還叮囑吳昭昭帶好傘。吳昭昭收拾好書包，站在門口猶豫了半天，終於還是走到我面前。韓叔叔，今天外面要下暴雨了，補習班太遠，能不能麻煩您送我一趟？我剛好要出門，一口回绝了他。抱歉，单位臨時通知要加班，我得趕緊過去，沒辦法送你，你注意安全。實在不行就打車去。話雖如此，我1分錢也沒給他。至於他有沒有剩下的錢打車，可就不關我的事。說完，徑直開門，沒再看他臉上的表情。晚上我加班回來，剛打開門，就聽到臥室裡傳來爭吵。妻子的聲音帶着哭腔，還有些氣餒。你為什麼不去？老師都給我打電話了，1個月1000多塊，那是我省吃儉用攢下來的。你說不去就不去，當初不是你吵着要去的嗎？緊接着是吳昭昭的反駁。媽，你能不能別什麼都提錢？今天外面下那麼大的雨，我怎麼去？轉2趟車，身上都要濕透了。你倒好，嫁給韓叔叔就享福，把我扔在外婆家，住得那麼差，還要照顧外婆。你什麼時候想過我？一聲清脆的耳光聲傳來，緊接着是吴昭昭的哭声。我站在客廳沒進去勸架，吳昭昭就是個吸血鬼，誰對她好就要被她攀附上，搞得家破人亡。妻子從臥室裡出來時，眼睛紅紅的，看到我站在客廳愣了一下，隨即低下。讓你看笑話了。我摇了摇頭，沒事，你們母女倆的事，你們自己解決就好。上輩子我和妻子結婚，沒有吳昭昭攪局的時候，日子過得還算平靜。可這輩子我態度轉變後，吳昭昭的抱怨和不滿越來越多，家裡的氣氛總是壓抑的讓人難受，我的生活質量也大不如前。我靠在沙發上，心裡開始認真思考，這個充滿算計和矛盾的婚姻到底還有沒有必要繼續下去。這天我出去釣魚，收穫頗豐，請了幾個朋友來家裡吃飯，席間大家說說笑笑，氣氛很熱鬧。只有吳昭昭坐在角落裡，臉色陰沉的像要滴出水來。我知道她最近心情差，前幾天她数学考試考砸了，被老師找了家长，回來后又被妻子狠狠批評了一頓。上輩子我為了讓她提高數学成績，厚着臉皮找了我的一位教授朋友張鼎凡，拜託他給吳昭昭補課。朋友也很仗義，在時常要出差和日常繁重的教學任務中，還能固定每周末給吳昭昭補習2小時，硬生生把他的數學從班級倒數拉到中等，對他來說屬於超常發揮，幫他穩穩考上了重點大學。今天這位朋友也在場，飯吃到一半，妻子突然拉着吳昭昭的手，笑着对教授朋友說：“張教授，您看我們家昭昭數學成績一直跟不上，您能不能操控指点他一下？我們真是不知道該怎麼辦。”吳昭昭也抬起頭，眼神裡帶着一絲期待，看向張鼎凡。我立刻開口，笑着打斷他：“別開玩笑了，鼎凡可是大忙，平時又要上課又要出差，哪有時間給高中生補課？再說了，張教授的補課費多貴啊，我可出不起。昭昭就是個高中生，知識點沒吃透而已，平時上課認真聽，多做點工作，哪用得着勞煩您這個大學教授？這不是高射炮打蚊子嗎？”我拍了拍張鼎凡的肩，半開玩笑地說。朋友們都笑了起來。張鼎凡也順着我的話說：“確實，高中生主要還是靠課堂，我平時也真沒什麼時間。昭昭，你上課好好聽老師講，有不懂的問老師，肯定能跟上。”妻子臉上的笑容瞬間僵住，眼神裡滿是尷尬。吳昭昭也低下頭，手指緊緊攥着衣角，臉色一陣紅一陣白。我假裝沒看見他們的表情，繼續和朋友們聊天喝酒。這輩子我不會再為吳昭昭動用任何私人關係，她的鹿死即死，是死是活與我無關。很快就到了吳昭昭的生日，上輩子的這天，我特意提前下班，帶着她去商場買了滿滿2大袋衣服。
商場裡只要是他多看2眼的，我都毫不猶豫地买它。晚上吃飯時，我還遞了個2000塊的紅包給他。他當時紅着眼眶，第一次主動叫了我爸爸。可後來他在帖子裡寫，叔叔最喜歡聽我叫他爸爸，還總說我身體美，讓我覺得特別惡心。網友們被煽動得義憤填膺，紛紛罵我是披着人皮的惡魔，戀童癖，推斷我是看黃片看多了，喜歡這種變態的角色扮演。沒人知道，當時他因為身材微胖，喜歡的男生跟校花打得火熱。吳昭昭每天都躲在房間裡哭，心情糟的生活都一塌糊涂。我心疼他，還勸他別跟同學比身材，把成績搞好，到了好大學，優秀的人多的是，減肥和戀愛都有大把時間，健康自信的女孩才對美。可這些掏心窩子的話，全被他扭曲成了齷齪的暗示。我至今想不通，他这顛倒是非的本事是從哪來的？妻子性格怯懦，做什麼都小心翼翼，從來不會說半句假話。想來想去，只能是遺傳了他那個家暴成癮、滿嘴謊言的親爹無良。這次我沒給他準備任何生日禮物。妻子帶着吳昭昭去了商場，回來時2人明顯賭着氣，誰也不理誰。原因是妻子覺得吳昭昭選的衣服太暴露了，而吳昭昭說妻子太老土了，燙就要有露肤度才能顯瘦。妻子看着眼眶紅紅的吳昭昭，嘆了口氣，坐到他旁邊。你一個高中生，心思不放在學習上，整天琢磨這些幹什麼？你最近成績怎麼下滑的這麼厲害？老師都打電話給我了。吳昭昭猛地抬頭，眼神裡閃過一絲怨恨。你們什麼都不幫我，我想學小提琴，你們不讓；我想請名师補課，你們不給我請。現在連買件衣服都要管，你們什麼都不支持我，我怎麼學習？昭昭，你怎麼能這麼跟媽媽說話呢？妻子的手微微發抖，眼眶已經紅了。我沒吭聲，自己縮進了書房。這個生日最終還是沒過成。晚上睡覺前，妻子翻來覆去睡不着，終於還是開口了。錦之，我總覺得你對昭昭是不是太不關心了？他的聲音很輕，卻像一根刺，扎得我瞬間清醒。我轉頭看着他，壓着心裡的火氣問：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我當初跟你結婚，就是覺得你是個負責任、有愛心的好男人。可現在，你對昭昭總是冷冰冰的，連她生日都不上心。眼眶微微泛紅，我忍不住冷笑一聲，胸口積壓的怒火終於壓不住。我還不夠負責任。春梅，我跟你說實話，吳昭昭本来就不是我的責任。我覺得我現在做的已經夠多了。如果你覺得不夠，那我們可以離婚。妻子愣住了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瞳孔裡滿是震驚，像是沒料到我會提離婚。他張了張嘴，聲音都在發顫。你說什麼？我說離婚，這樣的日子我早就過不下去了。以前沒提，是覺得大家搭夥過日子不容易，可現在看來沒這個必要了。我不指望吳昭昭給我養老，這點恐怕要讓你失望了。妻子慌忙抓住我的手，眼神裡帶着明顯的慌亂。錦之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我只是覺得孩子可憐，他從小就沒享過福。他可憐也不是我造成的。我打斷他的話，語氣沒有半分緩和。你媽生病，我出了大半醫藥費；你表弟買房，我墊了首付，到現在都沒見他還過1分錢，我也沒跟你們要過。我對你們家仁至義盡了吧？別再說了，我們找個時間去辦離婚證吧。我用力抽回手，側身背对着他，不再看他的表情。妻子沒再說話，黑暗裡只傳來他壓抑的啜泣聲，斷斷續續響了半宿，直到後半夜才漸漸安靜下來。我以為他總算想通了，卻沒料到更荒唐的事還在後面。第2天起，我直接收拾了行李搬到書房住，本想這樣互不打擾，盡快把離婚的事敲定。可到了半夜，書房的門突然被輕輕推開，我正對着電腦處理工作，聞聲抬頭，瞬間愣住。妻子站在門口，身上只穿了件單薄的絲綢吊帶睡裙，肩帶滑落半邊，露出了胳膊和脖梗。她頭髮散亂，眼神躲閃，卻又帶着一種刻意的討好，完全不是平時那副唯唯諾諾，連說話都不敢大聲的樣子。你怎麼來了？我立刻站起身，下意識地往旁邊閃開一步，拉開距離，語氣裡滿是警惕。妻子慢慢走近，腳步有些踉蹌，聲音也帶着異樣的軟膩。錦之，我想跟你好好談談。我一陣反胃，上輩子加上這輩子，我跟他結婚幾年，向來相敬如賓。他從來都是規規矩矩，臉稍微暴露點的衣服都很少穿，更別說做出這種刻意引誘的舉動。現在他居然為了吳昭昭做到這一步，你清醒點，你以前不是這樣的。我皺着眉，語氣嚴肅起來。妻子的身體猛地一僵，臉上滿是慌亂和委屈。他往前走了2步，突然撲通一聲跪在地上，一把抓住我的腿。錦之，我說錯話了，你別提離婚行不行？他仰着頭，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往下掉，雙手緊緊抓住我的褲腿。我知道昭昭最近不懂事，我會好好說他，我讓他跟你道歉，以後再也不惹你生氣了。我們不離婚，好不好？這個家不能散了。我看着他跪在地上的樣子，心裡卻沒有半分動容，只剩惡心。我彎腰想把他扶起來，手指剛碰到他的胳膊，就被他死死抓住。你先起來，有話好好說。春梅，
你看看你现在变成什麼樣子了？為了吳昭昭，連自己的尊嚴都不要了。我嘆了口氣，妻子搖着頭，眼淚流得更兇了。我不是為了我自己，我是為了這個家。昭昭她還小，不能沒有完整的家。完整的家不是靠勉強維持的，而且我只是繼父，給不了她完整的家。我用力掙開她的手，往後退了一步。吳昭昭已經嚴重影響到我的生活了。從她來這個家開始，家裡就沒有過一天安生日子。心裡清楚，我們當初結婚本來就是搭夥過日子，現在搭夥搭不下去了，不如好聚好散，別鬧得太難看，對誰都好。離婚這件事，我不會改變主意。你好好想想，與其這樣互相折磨，不如各自開始新的生活。妻子跪在地上，哭聲漸漸小了下去，只剩下肩膀不住的顫抖。她沉默了很久，才慢慢從地上站起來，扶着旁邊的書桌，聲音沙啞：“好，我答應你。”說完，她沒再看我，轉身踉蹌地走出了書房。我心裡終於鬆了一口氣，上輩子的悲劇總算要在這裡畫上句號了。妻子雖然一直拎不清，但說到底還算善良，知道家裡大部分財產都是我掙下的，什麼也沒要，說是補貼表弟借我的錢。我們沒拖太久，選了個周末就去了民政局。簽字的時候，妻子的手一直在抖，眼淚掉在離婚協議書上，很是不捨的樣子。而我只覺得心裡壓了很久的石頭終於落了地。吳昭昭是跟着來的，站在民政局門口，臉色慘白，眼神裡滿是驚訝，大概是沒料到我真的會這麼乾脆。他張了張嘴，似乎想說什麼，我卻連一個眼神都沒給他。3天後，他們母女倆就收拾東西搬走了。臨走時，吳昭昭看我的眼神帶着怨憤，我卻只覺得緊繃。從此我們井水不犯河水，再不挖坑。日子終於恢復了平靜，我不用再刻意避開吳昭昭，不用再擔心他又會編造什麼謊言。下班回家能安安靜靜的做飯，周末還能約朋友去釣魚爬山，這種安穩自在是上輩子從未有過的。上輩子我為了讓他考個好大學，幫他制定複習計劃，找老師，甚至每天早起給他做營養餐。可這輩子沒有了我的精心規劃，他的成績本就平平，高考自然沒能創造奇蹟。聽說吳昭昭高考成績很不理想，剛剛上本科線，最後東拼西湊，勉強上了一所民辦学院，也就是以前的3本。前妻林春梅為了偷他第1年的學費，到處找親戚借錢，甚至還去打了2份零工，日子過得很拮據。我聽完沒什麼波瀾，這都是他自己選的路，跟我無關。原以為日子會就這麼平淡安穩的過下去，可沒想到剛清靜了不到半年，一篇名叫《高考前繼父執意跟爸媽離婚搞我心態》的同城帖子突然火了。帖子是匿名發的，但我只看了2行，就認出那是吳昭昭的手筆，還是上輩子那套自怨自艾的口吻，字裡行間全是委屈。媽媽跟繼父結婚後，他從來沒關心過我，對我冷若冰霜，連1分錢的教育投資都不肯花。我想學琴，想補課，他都不同意，搞得我成績越來越差。明明知道我爸媽已經離婚1次，現在我只能花高價上3本，前途全毀了。看着這些顛倒黑白的話，我只覺得可笑。上輩子他靠賣慘成了網紅，這輩子沒了小提琴文藝女神的光環，還想故技重施。帖子裡沒明說我的名字，卻處處暗示。帖子下面的評論區沒有像上輩子那樣一邊倒的罵我。繼父對繼子女本來就沒有法定撫養義務，你說暴雨天沒人送你去補習，你親爹呢？反而全是替我說話的聲音。吳昭昭大概是沒料到會是這個結果，趕緊在評論區辯解。見沒人支持他，吳昭昭急了，開始在評論區跟網友對罵。他在帖子裡掛了商品鏈接，想趁流量賣貨，可網友們根本不買賬。帖子發了1個星期後，就在一片罵聲中悄悄刪掉了。我終於徹底鬆了口氣。本以為刪掉帖子後，吳昭昭會徹底從我的生活裡消失，可沒過多久，她的名字再次傳遍全網。這次不是靠賣殘帖，而是警方發布的藍底白字通報，連帶着她的真實姓名一起公之於眾。我是在新聞推送裡看到的消息。她去了民辦學院後，身邊同學大都是家境優渥、来買學歷的。她一眼盯上了富二代，用盡心思去追。為了討男生歡心，她瘋狂減肥，每天只吃1頓飯，硬生生瘦了20多斤。那男生根本沒把她當回事，只跟朋友打賭能不能騙她上床，心甘情願的獻殷勤，甚至主動提出去酒店。可男生玩膩了，就想甩了她。被拋棄後，吳昭昭不甘心，約男生去酒店見最後一面。2人發生關係後，她趁男生熟睡，狠狠剪傷了對方的隱私部位。這種獵奇又帶着桃色的新聞傳得飛快，短短1天就衝上了熱搜。網上傳言，為了讓男生出具諒解書，前妻林春梅把家裡僅有的存款都拿了出來，還找親戚借了一大筆錢，才勉強透過賠償。吳昭昭的外婆本就重病在身，聽到這個消息後一口氣沒上來，直接住進了 ICU， 沒撐過半個月就去世了。林春梅的日子徹底化了，要還外債，要處理老人後事，還要給吳昭昭跑官司，只能同時打3份工。有一次我去超市買東西，遠遠就看見她在收银台兼職，頭髮白了大半，背也有點白，臉上滿是疲憊，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老了10歲都不止。我沒跟她打招呼，趕緊推着購物車去了最遠的收銀台，只想跟這對母女徹底劃清界限。日子就這麼風平浪靜的過了幾年，我又結了婚。妻子是我做項目時認識的合作方，我們家境相當3觀契合，日子過得殷實又甜蜜，還生了個可愛的女兒。每天下班回家，能聽到女兒喊爸爸。周末一家3口去公園散步，這種平淡的幸福，
是上輩子想都不敢想的。這天下午，我正牽着妻子的手，懷裡抱着剛買完玩具的女兒逛街，突然一股大力從背後襲來，我整個人被推倒在地，女兒也嚇得哇哇大哭。我爬起來剛要發火，就看見吳昭昭站在面前，頭髮亂糟糟的，眼睛裡布滿血絲，手裡還攥着一把水果刀。我心裡一緊，她當初因蓄意傷害被判了刑，但因為拿到了谅解書，減了刑。没等我開口，她就撲上來，一把將刀抵在我的脖子上，刀刃冰涼的觸感讓我瞬間繃緊了神經。為什麼這一次你不幫我，不送我去補課，不送我去學小提琴，害我變成現在這樣？他嘶吼着，聲音沙啞又瘋狂。我愣住了，他這話是什麼意思？你別裝了，我知道你也重生了。上輩子我靠帖子火了之後賺了很多錢，結果我那個賭鬼爹找上門，逼我拿錢還賭債，我不給他，他就把我活活打死在家裡。這輩子我已經知道錯了，為什麼你不再幫我一次？你是不是也記得上輩子的事？原來他也重生了。我看着他瘋狂的眼神，又看了看旁邊嚇得浑身發抖的妻子和哭得撕心裂肺的女兒，強迫自己冷靜下來。我听不懂你在說什麼，你先把刀放下。你還裝？我這輩子過得這麼慘，都是你害的。你不承認也沒用，我過不好，咱們一起下地獄。他的力氣更大了，刀刃在我脖子上劃出一道細血痕，我的脖子一陣刺痛。吳昭昭，你清醒一點，你的生活是你自己選的，跟別人沒關係。就在這時，女兒的哭聲更響了，聲音裡滿是恐懼。吳昭昭的目光突然轉向女兒，眼神裡的瘋狂瞬間變成了濃烈的恨意。憑什麼她能過這麼好的日子，我卻什麼都沒有？他手裡的刀微微晃動，我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吳昭昭，有什麼事衝我來？周圍的人已經注意到了這邊的動靜，有人開始打電話報警，有人遠遠的圍着不敢靠近。吳昭昭顯然也聽到了遠處的警笛聲，眼神裡閃過一絲慌亂，但很快又被狠戾取代。你不幫我，我就讓你嘗嘗失去最愛的人的滋味。我趁機抓住他的手腕，用力將刀往旁邊夺，刀刃劃破了我的手掌。還好一個好心人來幫忙，一起制服了他。被警察押走時，吳昭昭還在瘋狂地喊着我沒錯，是你害我的，這一切都不对了。我終於鬆了口氣，趕緊轉身抱住嚇得發抖的妻子和女兒，手掌上的傷口還在疼，但我心裡卻無比輕盈。上輩子我被他害死，這輩子他因為自己的選擇走向毀滅，重生一次，我守住了自己的幸福。有人把商場的視頻傳到了網上，引發了輿情。警方很快就發布了事件說明，說案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中。沒過多久，我就收到了消息，說吳昭昭涉嫌故意傷人，又因為有前科，這一次頂格判決。林春梅哭着找上門來，求我原諒。說實話，她要是不說她是林春梅，我都不敢相信她這幾年被生活搓磨的簡直跟我不像是一代人，皮膚比我媽還要粗糙一點。可這一切都是因為吳昭昭，跟我又有什麼關係呢？我拒絕了她的請求，並且囑咐小區保安不許再放她進來。我看着她離開時佝偻的背影，內心毫無波瀾。聽說吳昭昭剛進監獄的第一天，她就被同監的犯人堵在了牆角。吳昭昭心比天高，現在因為犯罪伏法，還天天念着上輩子當網紅時候的風光。後來在監獄裡精神失常，被轉移到了精神病院。接下來的日子成了吳昭昭無休止的噩夢。她每次躁狂發作，都會被約束在病床上，直到病情平穩，她只能在床上大喊大叫。精神病院沒那麼多經費，三餐永遠是稀飯和硬的能硌掉牙的馒頭。她要是敢說難吃，沒耐心的護工就會捏住她的下巴，強行把食物塞進去，燙得她口腔裡起滿水泡。她的精神狀態越來越差，時而清醒，時而瘋癲。清醒時，她會坐在床邊，盯着牆上的污漬發呆，嘴裡反覆念叨着：“我是網紅，我能賺很多錢。”可一有人靠近，她就會突然暴躁起來，抓起身邊的東西亂扔，嘴裡大喊大叫。如今的她就像精神病院裡的一缕殘魂，在痛苦和絕望中苟延殘喘，每天聽着其他病人的哭喊聲，感受着身體的疼痛和心靈的折磨。她終於明白，自己這2輩子從來都不是什麼受害者，而是一個親手毀掉自己人生的惡魔。晚上陪女兒看動畫片時，她笑了出來，這是她被嚇到之後第一次笑出聲來。不知道為什麼，我竟然有點想哭。我把女兒緊緊地抱在懷裡，像失而復得的珍寶一樣，餘生只要常常能看到女兒的笑臉，也就什麼都足夠了。